盘点阿罗拉实力最强的4位训练家。1. 古兹马。古兹马是骷髅队的老大，在早些年的时候，他和库库伊都是岛屿之王哈拉的徒弟。只不过古兹马和库库伊常常因为理念不合而争吵，并对大考验和 Z 招式这些阿罗拉的传统非常反感，认为自己即便是没有这些也能成为强者。等听见库库伊将要建立宝可梦联盟的时候，死对头古兹马立马就来到了学校放狠话。这时一边的小智自然是见不得古兹马大放厥词，结果在双方对战的时候却总被古兹马给压了一头。不过到了后来，古兹马还是参加了马纳罗大会，靠着实力硬是把拥有超级代兽的伊利马和 Z 招式的水莲给打败。只可惜在半决赛对战小智的时候，却发生了巨甲武者因为特性危险回避让巨潜螳螂当炮灰的坑爹事情，不然小智还真不一定能稳胜古兹马。但抛开别的不说，古兹马能够在不用任何外挂的情况下打到4强，就足以证明他是阿罗拉数1数2的强者。这种情况和嘎拉尔地区的恶系馆主聂子相似，但不管怎样，他能够成为库库伊最大的劲敌，就说明一切了。2. 格拉吉欧。格拉吉欧是莉莉艾的哥哥，也是小智的劲敌。和那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不同，格拉吉欧早早就出门历练，初次登场就基本是难逢对手。即便是当时的小智，也都只有被玩虐的份。毕竟小智除了皮卡丘，全都是新收复的宝可梦，等级什么的自然是比不过一直待在身边的月亮伊布和黑夜宗炎狼人这些。何况在这时，格拉吉欧也已经有了属性空，实力是真的领先一大截。在马纳罗大会上，格拉吉欧也是没什么压力的战胜了小次郎和妹妹莉莉艾，然后凭借着黑夜宗炎狼人和现场换碟的操作，直接淘汰了卡奇，挺进了决赛。虽然遗憾输给小智，但明眼人能够看出，在这时格拉吉欧的实力是和小智对等，甚至是还超出小智一点的。而到了宝可梦旅途，格拉吉欧又新收服了闪光、虚无伊德、莉莉艾，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只可惜格拉吉欧没参加世锦赛，也没有再像日月里那样和小智进行正式对战了。3. 库库伊。要说宝可梦日月最精彩的战斗，我猜90%的观众都会投给小智和库库伊的最后一战。虽然这是表演赛，但实际上这比马纳罗大会上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让人热血沸腾，而且这场比赛也算是阿罗拉真正意义上的最强之争。不过在这之前就不得不提起库库伊以前游历关只败给阿杜的辉煌战绩了，因为当时只知道阿杜是天王，但到了旅途后才发现阿杜居然是曾经的世界第2。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早在日月库库伊就已经具备了顶级天王的实力，而他在和小智对战的时候也是完全不输给小智这个新晋冠军。只不过这个时候小智的阵容是真的有点强，不仅有幻兽，还有究极异兽，也就只有在旅途坐拥3大外挂，且同时有准神快龙，能够胜上一筹。通过这样的比较，就知道大家说库库伊是阿罗拉本土最强也不是没有道理了。4. 小智。虽然小智不是阿罗拉本土人，但阿罗拉对他来说已经算是第2故乡。在这里，他不仅结交了一群好朋友，还和神兽们都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再加上夺冠和战胜库库伊的出色表现，也让他成为了全阿罗拉人崇拜的偶像。之后每次回去也都是以最隆重的庆典欢迎冠军回归，甚至连岛神也都非常给他面子。当然最给阿罗拉人争脸面的还是小智成为了8大师，毕竟这可是代表着世界最强的8个人。而且以小智现在的势头来看，和丹帝争夺世界最强也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一件事。凭着这些成就，阿罗拉就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了。